阿姨，快闪开！哎呀，这婚车撞人了！新郎下来了。你这老太太怎么不知道让路啊？冲撞了我的婚车，你知道有多晦气吗？不好意思啊，儿子。阿姨，财产公证已经帮您办好了。根据您的意愿，您名下的所有财产，包括刚到账的5000万元拆迁款，在您去世后，全部由您的养女林小月继承。您的3个亲生儿子张建国、张建军、张建民不得有任何异议。阿姨，5000万可不是小数目，您一点都不留给亲生的。您的3个儿子知道这件事吗？张律师，我25岁丧偶，一个人养大了3个儿子，可是现在我老了，3个儿子却养不活一个妈。既然他们不愿意要我，那我也不要他们了。秀芬，你家这房子真要拆了？是啊，文件下来了。哎呀，这可是3层小楼啊，又是市中心，这得多少钱啊？奶奶多少钱啊？5000万拆迁款，过2天就能到账了。我这3个儿子，老大成了家，在城里有房贷；老二到了结婚年纪，老三想换车，正好给他们减轻负担。小月啊，妈，听说您身体不舒服，来我这儿住吧。傻孩子，你才刚毕业。再说了，妈有儿子，去你那儿干嘛？妈，我虽然不是您亲生的，可要不是您当年把我从孤儿院领养出来，哪有我的今天？以后我给您养老，我伺候您。小月，妈知道你孝顺，妈呀，想先去你3个哥哥家看看。你好好上班，别担心妈。房子马上要拆了，正好去3个儿子家暂住几天。这么多年了，还没在儿子家住过呢。喂，妈？什么？你要来住几天？是啊，妈想你们了，我已经出车站了，现在去你家。妈怎么这个时候跑来了？就是多麻烦！大哥、二哥，妈她不会是想来常住吧？我他妈怎么知道？要不别看我啊，我那儿住不下，我那儿也挤。我就知道，哎，就他妈我倒霉。也不知道老大和媳妇儿欢不欢迎我来。妈，可算把您盼来了，快进来。哎，妈，坐一路车累了吧？快吃点东西。哎，尝尝红烧肉，我炖了2个小时呢。好，翠芳，你这太破费了。破费啥？您可是我婆婆。老大家媳妇找对了，翠芳真是好孩子。你过来。哎，老大呀，你怎么回事？不是一直不愿意让他来吗？哼，你懂什么？你妈1个月4000多的退休金，名下还有个3层小楼，她能来几天啊？马上入土的人了，这些还不都是咱们的？明天我就问她把这些都要过来，到时候她爱死哪儿死哪儿去。老婆，还是你聪明。哼。妈，您歇着，我来。还是我来吧。妈，我和建国最近一直想换套大房子，是该换套大点的。可我俩这手头也没钱。妈，您上班这么多年，应该攒了不少钱吧？是攒了不少，不过都花完了。花完了？怎么可能？你在乡下住，能有什么花钱的地方？这些钱都是给你们3家花了啊！不可能！你们是老大，当年结婚买房，首付和彩礼我出了50万，后来装修又给了10几万，前前后后，光是你们家就花了60多万。60多万？哪有这么多？老二这不是到结婚年纪了吗？
我也给了40万，让他留着娶媳妇儿。老三上的国际学校，1年学费就要3万多，就这么花完了，没剩下什么。你老家不是还有3层小楼吗？卖了也能值点钱吧？卖不了，那是村里集体土地上盖的，不是商品房。翠芳，你别装穷了，骗鬼呢！我不信。老太婆，还真没钱了。我的手机，没钱没房，1分没有，就跑来我家白吃白住。林秀芬，你脸皮可真厚啊！你别急，听我说，那房子虽然不能卖，但是我这马上就能有什么有？钱都花给你那俩宝贝儿子了，现在两手空空，想起我们来了？翠芳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我告诉你，没钱就给我滚！老娘没时间伺候。张建国，你给我出来！老大，妈，你要不还是走吧？你也赶我走？走，现在就走！大家看看啊，这老太太1分钱没有，就想来我家白吃白住，没钱还想让我们给你养老，做梦去吧！回老家等死去，病死都跟我家没关系。没钱还想让我们给你养老，做梦去吧！回老家等死去，病死都跟我家没关系。妈，你要不还是走吧？妈，爸死了，你别走，别不要我们。妈，我们听话，我们以后给你养老。不怕，妈在呢。妈发誓，无论再难，也会把你们3个养大成人。就是砸锅卖铁，我也要把他们拉扯大。孩子们现在长大了，我也给老大成了家。翠芳，这是妈给你们的彩礼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妈，您放心，以后我和建国肯定好好孝顺您。妈，您就等着抱孙子享福吧，我给您养老。好，可谁知道他竟变成了这样。算了，老大一家过得也不容易。说起来，老二建军也到了该结婚的年纪了，还是去他那儿看看吧。喂，妈，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？老二啊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加班呢，你有事吗？周末还加班啊？啊，对，公司最近很忙。那个妈，我先挂了，领导叫我呢。哎，等一下，这孩子从小就身体不好，还经常加班，可别累坏了。妈，我难受。不怕，村里的医院治不了你的病。妈就带你去县医院。你从小就身子弱，妈不能让你有事。老二一个人在外面，也不知道照顾好自己。反正我也来不了几天，还是去给建军洗洗衣服、做顿饭吧。明天5000万的拆迁款就到账了，正好给老二添点钱，让他赶紧找个好对象，把婚结了，再买个大房子，日子过好一点，就不用天天加班了。咱们小区今天有喜事啊！我听说新娘长得可好看了，是吗？那新郎肯定也不差，婚车马上就到，一会儿看看。阿姨，快闪开！哎呀，这婚车撞人了！新郎下来了。你这老太太怎么不知道让路啊？
冲撞了我的婚车，你知道有多晦气吗？不好意思啊，儿子。妈，建军，你怎么穿着新郎的衣服？你今天结婚？妈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为什么瞒着我？张建军，你怎么回事啊？磨叽半天。没事了，就撞了个阿姨，马上处理完了。妈，你快走吧，这么多人看着呢。儿子，你今天结婚，这么重要的日子居然让我走。妈，算我求你了，行吗？你走吧。老二，张建军，我是你妈这件事儿，就让你这么拿不出手吗？你从小身体不好，医生说你胎里弱，活不过3岁。我砸锅卖铁给你看病，把你养大。你长大了，想谈女朋友，怕她嫌弃咱们家境不好，我把我压箱底养老的40万打给你。你说你车贷还不上，压力大，我每个月省吃俭用把养老金转给你还车贷。你今天结婚，用着我半辈子攒下来打给你的钱，却连一声妈都不愿意叫，不愿意承认吗？妈，张建军，她是你妈？我，你不是说你妈20年前就跟野男人跑了吗？哼，早知道有婆婆，我才不嫁。我跟别的男人跑了？老二，你没有信。我25岁就没了丈夫，怕你们3个孩子受委屈，守了一辈子活寡，到头来你结婚都不愿意通知我，甚至为了不认我这个娘，在背后说我跟野男人跑了。妈，你听我解释。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交代，你要给我道歉，要当着所有人的面告诉你媳妇儿，我是你妈，我没有跟野男人跑，我守寡25年，一个人把你们3个拉扯大。好，我道歉。妈，老三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你二哥今天结婚，他居然没通知我们。妈，其实我是伴郎。原来就连我最疼爱的老三也是知情的，从头到尾被蒙在鼓里的就只有我一个。妈，要不算了吧，你还是回去吧。你们3个都觉得妈拿不出手，上不了台面，是不是？你们都不打算认我这个乡下妈了，是不是？好了，妈，差不多得了。妈，二哥今天结婚呢，这么大的喜事你非要给搅和黄吗？非得问个1、2、3是吧？好，那我今天就告诉你，二哥结婚这事儿不光我知道，大哥也知道。大哥他不但知道，他儿子满月那次也没请你。妈，我求你认清现实吧，你是乡下来的，没钱，没多高学历，能给孩子什么托举啊？通知你有用吗？你就不能识趣点，待在乡下吗？还要在这儿闹到什么时候？求你放过我们吧，能不能别再打扰我们的生活？非要把我们仨的脸全都丢光吗？我宁愿我没有这个妈。你们，哎呀，他晕倒了！快打120！病人没什么大问题，就是精神上受了点刺激，晕倒以后导致轻微脑震荡，后续治疗费用大概2万多，你们谁去交一下费？2万，这么多？我说老二，这可是你结婚闹出来的事儿，这钱该你出。凭什么我出？她是咱们3个人的妈，又不是我自己的。再说了，不是给你们老大家花的钱最多吗？看我干什么？我才刚工作，我没钱，你们俩先凑上，回头我还给你。不想交就直说，你说的回头谁信？你别吵了，反正我没钱，这钱我不出。好啊，既然这样，那咱们就都别管了，干脆跟他断绝关系。怎么，你们还想被他拖累一辈子？以后咱的日子还过不过了？行，那就断绝关系。妈，我们知道你醒着，别装了，别怪我们，我们过得也不容易。这断绝关系书，你就签了吧。
听好了，从今往后咱们各走各的，这3个儿子啊，跟你没关系了。这就是我含辛茹苦10月怀胎生下的3个儿子，这就是我守寡25年，花了大半辈子供养出的好儿子们。好，我签。我都听到了，你们还是人吗？对，你们说的没错，妈是乡下女人，没有高学历，钱也都给你们花完了，可那是你们的亲妈。她一个人守寡25年，舍不得吃，舍不得穿，把你们3个养大，供你们上学，给你们买房买车。你一个月工资才3500，要不是妈，再过10年你也买不上城里的房子，娶不上媳妇儿。还有你，拿妈那40万压箱底的养老钱，求他给你还车贷的时候，怎么不说断绝关系？至于你，要不是妈砸锅卖铁给你交1年3万多的学费，你早就没学上了，怎么可能找到这么体面的工作，在大公司上班？可你们知道妈这些年是怎么过的吗？大冬天去菜市场捡菜叶子吃，一件棉袄穿20年都舍不得换。你们花的每一分钱都是她从血里骨头缝里省出来的。她一个乡下女人养大了你们3个儿子，可现在她老了病了，躺在病床上，你们3个儿子却要跟她断绝关系。好，你们不管，我管。你们不愿意治，我来治；你们不愿意养，我来养。我愿意给妈养老送终。哟，说的比唱的还好听，那你倒是把医药费出了啊！我会出的。行，那就没我们什么事儿了，走。小雅，好闺蜜，我想跟你借点钱，我妈住院了，医药费2万多，我这只有1万多。小事儿，你妈就是咱妈，这钱我出了。医生，我马上就去交费，你放心给我妈治病。妈，别难过，还有我呢。你安心养病，等你好了，我带你回我那儿住。小月，放心吧，我房子虽然小，但也有您1张床。我赚的不多，但是也有您1口饭。以后啊，咱娘俩一起过。你就不怕带着我是个累赘，就不怕影响以后找对象？妈，我从小就没有亲生父母，是您把我从孤儿院里带回来养大的。要是我找的对象连您都不孝顺，那能算什么好人？我宁愿不找，一辈子陪着您。小月，哎呀，妈，不哭不哭，您歇着，我去缴费。支付宝到账5000万元。 5000万拆迁款到账了。阿姨，财产公证已经帮您办好了。根据您的意愿，您名下的所有财产，包括刚到账的5000万元拆迁款，在您去世后，全部由您的养女林小月继承。您的3个亲生儿子张建国、张建军、张建民不得有任何异议。阿姨，5000万可不是小数目，您一点都不留给亲生的。您的3个儿子知道这件事吗？张律师，我25岁丧偶，一个人养大了3个儿子，可是现在我老了，3个儿子却养不活一个妈。既然他们不愿意要我，那我也不要他们了。总算解决了。妈她妈什么妈？不是都说好断绝关系了吗？以后各过各的，你可别心软。我知道了。这下好了，不用养老，也不用掏钱，以后啊一身轻松。喂，二狗，什么事儿？建国，我听说你们村拆迁了，你们家的老房子可是全村最大的，赔了好几千万呢。哥们儿最近手头紧，交点钱呗。你说什么？我家拆迁了？不是，我说你装什么呀？全村都传遍了，你不知道啊？拆迁5000万？你听谁说的啊？我家拆迁了，真的假的？你们俩也接到电话了？是啊，说咱妈那房子拆了，好几千万。妈呀，这得多少钱啊？咱们刚才是不是
跟妈断绝关系了。等等，那老太太手里现在有好几千万，老不死的瞒着咱们不说是什么意思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回去找她要钱啊！等等，咱们刚跟妈断绝关系，她还在气头上呢，现在找她怎么可能拿得到钱？那怎么办？那可是好几千万啊！怕什么？她不给咱们，还能给谁？这样，过几天不是妈的生日吗？咱们给她办个生日宴。对，大办，风风光光的办，把所有亲戚朋友全请来，给她赔罪，让她消气。到时候她一高兴，那钱不得老老实实全部交出来吗？就是，怪不得林小月她一个养女这么积极，原来是奔着拆迁款去的。一个养女，难道还抢得过咱们这些亲生的？这5000万必须是咱们的。哎呀，建国，往年也没听说过你们家过生日，这回可真是大操大办啊！我妈55岁大寿，必须风光啊！听说他们家拆迁了，赔了好几千万呢。等钱到手，我先换个大房子，那什么大平层，换个200多平的。切，我先换个跑车，保时捷100多万全款。我准备先出国玩一圈，欧洲、美国、马尔代夫。妈来了，快，好好表现，一会儿让她把钱全打给咱们。妈，您来了，您快坐。快叫奶奶。奶奶，孩子百天时不让叫奶奶，现在倒是叫得顺口。快给妈敬茶。妈，我给您敬茶。婚礼那天是我不对，我有眼无珠，您可千万别怪我。你们结婚那天说我跟野男人跑了，恨不得我死在外面。今天倒想起来敬茶了。快，妈，那都是他们不好，不像我，我可是您最疼的小儿子，您从小就对我最好了，我怎么可能真的嫌弃您呢？那天我说的都是气话。妈，一会儿分钱的时候，你可得多分我一。凭什么多分你？我是老大，您跟我拿最多。你们过的都是好日子，我从小最苦，身体又不好，妈最心疼我，应该给我多分。凭什么？妈这几千万是我的，我是老大，我替妈分担最多，这几千万是我的。够了！既然你们都想知道这5000万怎么花，那我今天就当着所有亲戚的面把话说清楚。我决定，这5000万拆迁款全部留给我的养女林小月。什么？我宣布，这5000万拆迁款全部留给养女林小月，3个儿子不得有任何异议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妈，您说什么呢？别开玩笑了。就是啊，妈，这玩笑一点都不好笑。我没开玩笑。我说你这老太太是不是脑子有病？5000万的拆迁款，自己3个亲儿子不给，给一个外人。妈，你们说什么呢？什么5000万拆迁款？这钱我不能要。您把我养大已经是天大的恩情了，我给您养老是应该的，不是为了钱。您把我养大已经是天大的恩情了，我给您养老是应该的，不是为了钱。我知道，小月，你是好孩子，妈已经决定了。妈，你可千万别冲动啊！我知道我们3个之前做的事是有点不合适，你还在气头上着，我能理解。但是再怎么说，这钱也不能给一个养女啊！是啊，妈，她算什么？都不是你亲生的，咱们才是一家人啊！是啊，他婶儿，5000万这可不是小钱，毕竟人心隔肚皮，你可千万别被骗了。妈，好了，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，你们不用再劝我了。这件事没得改。我真是糊涂了，看清楚了，这是谁？这是你亲孙子，是你老张家的血脉。他马上就该上小学了，双语小学1年学费多少钱？你知道吗？好的学区房又要多少钱？你一个当奶奶的，这钱难道不该你出吗？是啊，妈，我这房贷、车贷、孩子学费，到处都是用钱的地方，你就看着你老张家的亲血脉不管，去管一个外人。你们老张家的血脉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妈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我不姓张，我姓林。你们3个从小到大吃我的、穿我的、用我的，我守寡25年，一个人种地打3份工，到处求人借钱，把你们拉扯大。我给你们买房买车娶媳妇，我没有对不起你们的地方，为你们老张做牛做马付出了一辈子还不够吗？你们3个老张家的，嚼了我的骨头还要吸干我的血。
可小月被我收养以后，就去特意改了姓，跟着我姓林。从今天起，我不是老张家的媳妇了，也不是你们3个的妈，我只是林秀芬，是林小月的妈。这5000万，你们谁也别想拿走1分。行了，妈，别再闹了，不就一个姓而已，有那么重要吗？你把我们生下来，不就是希望我们过得好吗？妈，不是我说难听的，你都一只脚踏进棺材的人了，还拿着那么多钱干嘛？再说了，我们对你不也挺好的吗？大家评评理啊！他这回来了我家，我是天天给他做饭，又是排骨又是鱼的。他换下来的衣服全是土，都是我给他洗的。他说腿不舒服，我跪在地上给他按摩啊！我这媳妇儿做到这份上还不够吗？我伺候他还少吗？妈，你来我家是出了点误会，但我也不是故意的呀。就是，谁知道你在我们婚车前面站着，又不是故意撞翻的，还是我们把你送医院的呢。妈，我对你也不差呀。你看，你过生日，我们3个没钱也要凑钱给你办这么大一场生日宴，这么多亲戚都来了，多有面子啊！哎呦，大家看看，我们3家对他多好，到头来他拿了拆迁款，1分钱都不给我们，就不怕我们心寒啊？够了！你们颠倒黑白！我们说的都是实话，这哪有你一个外人说话的地儿？给我出去！就是，出去！给我住手！好了，他婶儿啊，你这事儿做的确实是过。是啊，三妹，再怎么生气也不能把钱给外人啊，毕竟是亲儿子，打断骨头也连着筋呐。我说妹子，孩子们不是对你挺好的吗？你可别糊涂。说句不好听的，等你没了，还要儿子来给你敲盆呢。你把钱给了养女，到时候谁给你养老送终？养女再好，以后她嫁人了，还能管你？养老送终，好，既然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把事情摊开了说，也让在座的都评评理，究竟是我这个娘做的不够，还是这3个儿子不行？我今天就当着所有亲戚的面，一件一件说清楚。老大，你结婚，你自己1分钱都没存，我把攒了20年的棺材本拿出来，彩礼20万，首付30万，装修12万，一共62万。都是过去的事儿了，说那些干什么？结婚当天，你媳妇儿临时加彩礼，为了让你顺顺利利结婚，我去亲戚家下跪借钱。你孩子生病，我连夜坐车来城里，在医院陪了3天3夜没合过眼，怕给你家添麻烦，睡了3天的医院走廊。可你们呢？房子要拆了，我去你家临时落脚，你们让我睡阳台。我给你做了一辈子饭，到你那儿只吃了1顿饭，第2天就因为没钱，被你媳妇儿当着全小区的面赶出家门，让我早点去死。怎么这样？那事儿，还有你老二，你从小身体不好，医生说你活不过3岁。我下雨天背着你走10几里山路去看病，你发烧3天3夜，我3天3夜没合眼。你想买车，我把养老金全掏出来给你买。你说女朋友嫌弃咱家穷，我把唯一的金戒指卖了，给你买礼物充面子。你说想结婚，问我要了40万，我也给了。可你呢？结婚当天都不叫我，你跟你媳妇儿说，我妈20年前就跟野男人跑了。在你眼里，妈跟一个死人有什么区别？老二，你也太过分了！老三，你是我最疼的小儿子，你从小就顽皮，学习不好，我怕你毕业找不到工作，咬牙供你上国际学校，1年3万多。我自己在家吃糠咽吐，舍不得花1分钱，10年没有给自己买过1件衣服。你喜欢吃肉，可那会儿家里条件不好，我白天去镇上搬砖，挣了钱给你买肉，2只手磨的全是血泡，晕倒在工地上好几回。你们吃的肉都是我一块砖一块砖搬回来的。妈，我知道你对我好。你知道还嫌我丢人，知道还跟他们一起瞒着我老二结婚的事儿，你知道还在我躺在医院里的时候拿出断绝关系书让我签字，让大家见笑了。
这就是我的3个好儿子。为了养活他们，我磨了2手的茧子，一辈子穿的都是别人给的旧衣服。40岁头发就白了，我病了就硬扛，去镇上都不舍得坐车，走路来回10几里。妈，的确，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你们过得好。可你们呢？活着的时候不孝顺，死了来敲盆有什么用？我能活过来还是咋的？这样的养老送终我不稀罕。你们过得好，可你们呢？活着的时候不孝顺，死了来敲盆有什么用？我能活过来还是咋的？这样的养老送终我不稀罕。妈，您说的对，这些都是我们不对，是儿子错了。是啊，妈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，对不起。你看我都给你跪下了，求你了，把拆迁款分给我吧。你最疼我了，妈，你不能不管我呀！你生气怎么打我骂我都行，但是那5000万，你们口口声声念着的不是妈，还是那5000万。现在道歉晚了，我也累了。小月，我们走。妈，慢点儿。妈，你别走，我们是你亲儿子。大哥、二哥，怎么办？妈走了，那5000万也没了。没出息的样，跪什么跪？起来！他还能真不认你们？那房子法律上你们还有继承权呢，真要告起来，这钱他也得给。也是，说的对呀。走，回老家找他去。爸的遗仗还在家呢，马上清明节了，他肯定会回去的。这钱他不能不给。哟，秀芬，你这么快就回来啦？是啊，房子也快拆了，回来收拾收拾。听说你家去了好多人，你快回去看看吧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老头子，这是谁干的？找到了。老头子，这是谁干的？老婆，你看，看好了，这本子上是你爸的名，跟他没关系。大家都评评理，他一个人想占为己有呢。就是，你一个人想把东西都拿走，那可不行。这老太太啥也不给我们，是想要怎么样啊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这样啊？大家都来评评理啊！这老太太拿着她老公名下房子的拆迁款，一分不给我们，要带到棺材里去啊！真过分。就是妈为什么不给你们？你们自己心里没数吗？你们都搬去城里多少年了？谁回来看过妈？谁给她打过电话？谁问过她过得怎么样？妈的腿老毛病了，一到刮风大雨天走不了路，你们问过一句没有？现在来要拆迁款，跑得比谁都快。妈才去你家1天，你就让她睡阳台，还赶她出家门。二哥，你结婚不叫妈就算了，开着婚车把妈撞倒了，还嫌弃妈耽误了你的吉时。还有你，不是拿着断绝关系书让妈签字吗？怎么好意思来要钱的？没想到他们这么不孝，太过分了。那跟拆迁款有什么关系？这是我们该得的。对，这是爸的房子，我们有继承权。妈，我们不想做那么绝，你赶紧拿出来，不然我们上法院告你。秀芬，要不还是算了，给他们吧。是啊，他们做的确实不合适，但是这房子就算打官司，他们也得有份儿啊。没想到秀芬私底下做事这么狠，儿子都不给分，那可是5000万呢，他一个人花得完吗？算了，把那样东西拿出来吧。把那样东西拿出来吧。妈，你早点把钱拿出来不就好了？我们也不至于把家里搞这么乱。还不是说要告，他害怕了，欺软怕硬的。还不是得乖乖拿出来。对了，给我们老大家多分点，我们压力大。我刚结婚，我压力更大，我至少要2000万，我要3000。别吵了，妈，给您。你们爸去世之前立过一份遗嘱，我一直没拿出来过，今天也该让你们看看了。我张德厚在去世以后，名下的房子和家里的所有钱全部留给妻子林秀芬，
给谁不给谁，我一个人说了算。至于3个儿子，如果将来做出不孝行为，拿不到1分钱。什么？意思是从爸去世后，这房子就在妈名下。这房子拆了，咱们1分钱都拿不到。真过分！就是不可能，真不可能！我不信，我们都是爸的儿子，他怎么可能这样对我们？他怎么可能立这种遗嘱？哦，我知道了，这肯定是你们娘俩为了私吞拆迁款伪造的。对，没错，一定是这样。假的，这肯定是假的。林秀芬，看看你的心都偏成什么样了！为了把钱给那个养女，你连爸的遗嘱都敢伪造！就是，这可是要坐牢的，伪造遗嘱，抓进去判个10年8年，看你怎么办！还有你，林小月，我现在就把他撕了，看你还拿什么装！住手！你这是我住手！我怎么找你？住手！你是德厚是我最好的兄弟，我都听说了。秀芬，受累了，我为你做主，5000万拆迁款归林秀芬。村长，你咋关注村长了？老头子，你看到了吗？儿长大了会忘娘。妈。是啊，村长叔说的对，爸走那年，我跪在他床头，带着2个弟弟发誓，以后一定孝敬妈。可是这些年，我对他的确不好。就算遗嘱是真的，那也不能1分钱都不给啊！妈，你怎么那么狠心啊？你这不是断了儿子的后路吗？够了，都闭嘴！老二，你小时候看过多少病，吃过多少药，你心里清楚。要是没有妈拼死给你看病，你活不到现在。老三，你的学费是妈搬砖种地一分一分攒出来的，没有妈，你现在只能在后山的煤矿里挖煤，连字儿都不认识。咱们3个小的时候，天天跟在妈后头，妈每次回来都给咱们带好吃的。爸走得早，是妈一个人把咱们拉扯大。这些年，妈为咱们做的的确已经够多了。妈，对不起，够了！现在道歉还有什么用？你们要真有良心，就不会和躺在医院的亲娘断绝关系，就不会为了找拆迁款把你们亲爹遗照摔在地上。我们张家村没有你们这样的忘恩负义之徒，没有你们这样的不孝子，你们不配站在秀芬面前，不配面对你们爸的遗照，更不配拿拆迁款。你个没用的，1个月才3000块钱，现在我也被开除了，一家人喝西北风去啊！我就是没本事，我也没办法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我想怎么样？我想让你去要钱，给你妈打电话，问她要钱。距离咱们上次去村里要钱已经过去1个月了，她是亲妈，能真看着你饿死啊？快打！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打不通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好像被妈拉黑了。张建国，你就是个没用的废物！离婚，我要跟你离婚！你就是个没用的废物，1个月才3000块钱，一家人喝西北风去啊！离婚，儿子归我，你1分钱都别想拿到。妈，我又没画好，作业也写不完，老师说我笨。谁说的？我家建国才不笨呢。你看，这个太阳画得多圆，这个小人是妈妈，对不对？画得可像了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妈告诉你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在妈心里，我家建国永远是最好的孩子。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儿，都有妈在，妈永远不会嫌弃你。妈，你最好了，我长大了要挣好多钱，给你买大房子。好，妈等着。原来我这辈子对我最好的，永远不会嫌弃我的，只有妈。妈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妈，我们走了啊。你妈真好，知书达理，学问又高，比我妈强多了。那当然，这不是我刚送的礼物吗？这怎么回事？
我妈肯定以为是垃圾，不小心扔错了。不小心，牛奶、水果、礼盒全都不小心扔了，有这么不小心吗？婷婷，你老实告诉我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行，我告诉你，就你送的那些便宜货，我们家看不上。你说什么？那你为什么嫁给我？为什么？还不是只有你愿意出40万彩礼。对了，忘了和你说我怀孕了，你回去告诉你妈，准备好2000万，不然我不生。你怀孕了？对，你们老张家的种小姐拿钱来。我们才结婚3天，婚前我们根本没发生过关系。你怀的到底是谁的孩子？建军，你记错了吧？李婷婷，把彩礼还给我，40万，1分不能少。还你做梦的吧？彩礼是给我的，凭什么还你？你骗婚，怀了别人的孩子嫁给我，这婚不算数。骗婚？你有证据吗？我说孩子是你的，就是你的，你不想认？行啊，去法院告啊，看人家信谁。你要是现在服软，让你妈拿2000万出来，这孩子我还考虑生，不然，哼，你给我滚！我让你滚！你送的这些破烂，配不上我们家，为什么嫁给你？还不是只有你愿意出40万彩礼？妈，这些钱是干啥的？给你攒的呀，等你长大了娶媳妇儿用。娶媳妇儿要这么多钱啊？妈要给你攒够彩礼，让你风风光光把媳妇儿娶回家，这点钱还远远不够呢。不过没事，明天就上镇上搬砖去。我的儿子以后谁也不能看不起。干得不错，这是你今天的工资。你一个年轻女人拉扯3个孩子不容易，多给你结了5块。谢谢刚长。建军，这是妈给你攒的40万，好好谈个女朋友，把媳妇儿娶回家，妈等着抱孙子呢。妈，成了家，好好过日子，妈就放心了。妈，我怎么就忘了这钱是你1块砖1块1砖搬出来的，是你1分1分省出来的。你那么辛苦，那么期待我成家，可我呢？我干了什么？我都干了什么呀？我都干了什么呀？老二、老三，你们怎么也来了？大哥，你咋了？我离婚了。别提了，李甜甜那女人给我戴绿帽子，怀了别人的孩子嫁给我。二哥，你也这么倒霉？你呢？你怎么来了？我被裁员了，我现在才知道，其实1年前公司就要裁我了，是妈到处找人求人才帮我保住了工作。可我一直不知道，妈这些年到底为咱们做了多少事儿？可咱们都干了些什么呀？哥，咱们还能回头吗？总得试试吧。来了。你们说，妈会原谅咱们吗？你谁呀？我妈呢？秀芬不在，这是她让我交给你们的。你谁呀？你给我看这干什么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就是来给你送这个的。这什么呀？秀芬说，她已经签好字了，你们拿回去吧。有些事儿，既然做了，就没有回头路了。妈，真的不要我们了。妈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妈，这束花开的真好。是啊，
以后天天都有新鲜的花。我想为自己活一次。